午夜时分，宋阳和妻子正在熟睡，突然一阵女人的尖叫声却将他惊醒。本来就有轻度失眠的宋阳，顿时是一番辗转反侧，然而却根本无法入眠。烦躁中，他打开床头灯，想问妻子黄思婷有没有听到尖叫声。这声音似乎跟女人极度兴奋时是一样的。然而黄思婷却不耐烦地表示没听到。困乏的她还一直催促宋阳赶紧睡觉。宋阳闻言以为真是自己幻听了，可没想到女人的声音却又再度响起。这下宋阳发现声音似乎是隔壁传来的，他再次质疑妻子是否真的听不见，可黄思婷却不以为然，觉得就算是男女欢愉也就几分钟的事，将一副耳机丢给丈夫后又接着睡觉了。宋阳无奈只能塞上耳机躺下，但这晚对他来说显然是个不眠夜。第二天，宋阳就气冲冲地来到了物业处，找到物业经理就开始抱怨起自己的邻居大半夜的鬼哭鬼叫。原本平静的小区突然出现如此夸张的尖叫声，往小了说是影响自己休息，往大了说就是扰乱社区环境。宋阳希望物业能出面解决这件事，然而物业经理却认为这是业主夫妻间的私密事，物业无权干涉别人的隐私，还劝宋阳要多担待。宋阳闻言顿时怒火中烧，尖叫声扰民却投诉无门。宋阳放下狠话，要召开业主大会更换物业，但这也只是宋阳的气话，毕竟来反馈的人目前只有他一个。可没想到事情很快有了转机，小区里的王大妈竟也跑来跟宋阳反映噪音扰民的情况。原来听到女人尖叫声的住户还有好几个。宋阳作为楼长，也想维护小区的环境，可却苦于没有证据，无法确定声音是不是隔壁传过来的。可没想到王大妈却语气肯定地表示，动静就是宋阳的隔壁房弄出来的，因为女人的尖叫声是从隔壁房搬来新住户后才出现的，并且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对这个噪音，几名住户早已是深恶痛绝。王大妈的这番话很快为尖叫声的源头指明了方向。物业既然不作为，宋阳便打定主意要亲自解决这件事。可宋阳不知道，他的隔壁住着的竟是一个长相阴狠的男人。此时的他似乎正在威逼某人吃饭。这天，宋阳便找到了这个新邻居，然而男人对宋阳却很不待见。宋阳见状则旁敲侧击地提醒男人，小区的住房隔音效果不好，晚上要注意一起维护小区的休息环境，减少扰民的情况。不料男人却表示自己是一个人住，这让宋阳顿感不好意思。为了验证男人的话，宋阳还特地向物业了解情况，得知这个叫于丽的新邻居确实是1周前一个人搬过来的。然而宋阳很快又对于丽的话产生了怀疑，因为这天晚上女人的尖叫声再度传来，这次宋阳听得分明，声音肯定是从隔壁传来的，这次甚至还夹杂着打斗声。宋阳大胆推测，于丽应该在家里藏了一个女人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宋阳第二天趁于丽外出的时候敲响了隔壁门，如果有女人来开门，那他就可以直接向物业投诉了。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，宋阳没等到人开门，却等到了起疑心而折返的于丽。宋阳只能佯装刚回家以作掩饰。而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，宋阳有了意外的发现。这天他发现于丽竟将垃圾随意丢在垃圾房门口。作为楼长，宋阳对这种缺德的事无法坐视不管，两人随即起了争执。宋阳拿起垃圾想让于丽拿进去丢，却被对方打掉了。没想到垃圾袋中露出来的东西却吓到了宋阳，似乎是一些带血的衣物。意识到不对，于丽这才慌忙系好垃圾袋拿进去丢。但宋阳对刚才的一幕已经起了疑心，于丽走后他就将那袋垃圾翻了出来，结果却震惊地发现，这些带血迹的衣物竟是被撕烂的女性内衣。宋阳顿时是又惊又怕，不清楚这个新搬来的邻居到底在房间里干什么。他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妻子黄思婷，得知后也紧张了起来，觉得邻居很可能是个变态。今天的意外发现让宋阳觉得，晚上所听到的女人尖叫声很可能不是男女欢愉的声音，而是另有隐情。为了维护整栋楼住户的安全，他更是下定决心要将此事查清楚。可他怎样都想不到，事实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。于丽的房间里确实有个妙龄女，确切地说，女孩是被囚禁在房间中。于丽不仅扣下了女孩的手机和身份证，还拍了很多女孩的裸照。她威胁女孩，如果敢私自逃跑，她就将这些照片发给女孩手机通讯录里的每一个家人朋友。女孩闻言丝毫不敢反抗，可等待她的却仍是一阵非人的折磨。
第二天，忍无可忍的宋阳再次找上门来，这次他直接开门见山警告于丽不要打女人。然而无凭无据的他在于丽的反驳中很快又语塞了，甚至还遭到了于丽的威胁。宋阳不知道自己此番举动显然是不明智的，不仅没能起到效果，反而让于丽更加疯狂。进屋后，他就不顾女孩的哀求，剥掉了对方的衣服。此时的他犹如一头野兽，拿起皮带对着女孩就是一顿猛抽。无助的女孩只能痛苦的哀嚎。而宋阳这边见好言劝阻无效，他想到了贴告示的方式，不指名道姓警告某住户的不道德行为。这张告示在小区内很快引起了反响，而不久后，于丽果然有所行动。他一改先前的嚣张态度，竟带着礼品主动来到宋阳家，不仅承认了噪音是从他家传出来的，还诚恳地表达了歉意。面对女人尖叫声的疑问，于丽也是有备而来，解释说女孩是他的女友，两人是因为买房的事起了争执，于丽一时冲动才动了手，对此他也很后悔。话已至此，宋阳夫妇只能好言相劝对方要善待自己的女友。然而送走于丽后，宋阳却始终觉得对方隐瞒了什么，先前那些带血的内衣物更是历历在目。两人如果是夫妻关系，那这就是家暴的问题，可如今他们还只是男女朋友。按照先前听到的尖叫声，于丽打女友显然不是一两次了。想到这，宋阳心里就越发的不安。夫妻俩一合计，决定以送鸡汤慰问为由，来到于丽家一探究竟。期间，于丽试图阻拦，却被宋阳拉住了。来之前，夫妻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进到房间后，黄思婷还是被眼前触目惊心的一幕吓到了。看到黄思婷后，女孩瞬间激动不已，想说什么，却被紧跟进来的于丽打断了。面对夫妻俩的疑惑，于丽马上解释说自己已经给女友买药了，如果没有好转，明天还会带她去医院。为了打消夫妻俩的疑虑，于丽还假装向女孩认错，言语诚恳无比，可她的眼神中却充满了威胁。女孩自始至终不敢言语，直到于丽转身要送走两人的时候，她突然抓住黄思婷的手，在对方的手掌中写下了3个数字。女孩的这个举动让黄思婷的心里瞬间起了波澜，因为她写下的数字似乎是110，但由于对方写得太快，于丽又催得急，黄思婷最终还是不敢确认。但夫妻俩都觉得这个叫陈潇雅的女孩肯定是碰到了什么难处，一直想跟他们说什么，但又不敢说。想起近期片区的民警曾要求物业要加强社区的安全管理，宋阳决定要将这件事彻查到底。他很快拿来了木杆和铁架，还有一台摄像机，竟是想找机会偷拍隔壁的情况。黄思婷对这个计划担心不已，可宋阳却是胸有成竹。此时的他怎样都想不到，这个决定竟会给夫妻俩招来一场无妄之灾。这天晚上，听到隔壁再次传来女人的尖叫声，宋阳马上开始行动。他不顾妻子的反对，将摄像机直接探到了于丽家的窗户口，结果真拍到了让他们心惊肉跳的一幕。可他们不知道，于丽竟也发现了外面的摄像机。看清偷拍到的内容后，夫妻俩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。宋阳马上报了警，两人决定拿上证据下楼找保安上来解救被囚禁的女孩。可意外却发生了，于丽竟面色不善地站在门外。黄思婷见状，偷偷将摄像机藏到了身后。宋阳试探性地问对方有什么事，于丽称是来借醋的，可眼神却越发阴狠。意识到不对，宋阳第一时间想驱赶对方，不料于丽直接硬闯了进来。下一刻，他竟拿出一把匕首，威胁夫妻俩拿出摄像机。显然，他已经发现了宋阳偷拍的事。冲突一触即发，宋阳家里顿时传出阵阵惨叫声。隔壁的王大妈听到动静后，瞬间吓得失魂落魄，跑去叫人。没多久，黄思婷就被打晕在地。于丽高大强壮，宋阳根本不是对手，很快也被钳制住，危在旦夕。万幸的是，在生死关头，警方及时赶到，第一时间制服了于丽。黄思婷头部被撞伤，但并无大碍，一场生死危机最终转危为安。而经过警方调查，外表高大帅气的于丽竟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心理变态的他将女网友陈潇雅约出来后，就将对方囚禁起来予以施暴，来满足自己的兽欲。这次如果不是热心的宋阳挺身相救，陈潇雅最后的结局将不堪设想。在此也提醒广大女性朋友，在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将安全放在第一位，以免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